丞相府满门抄斩时，是我从死人堆里救出了小公子，隐姓埋名，供他读书科考。可他金榜高中那日，却请旨杀我。草民的侍婢阿若乃逐妖化形，请陛下就地诛杀。直到死，我才知道，因我曾经杀了那个爬他床的婢女，他便恨了我这么多年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到灭门前夕，那婢女盯着小公子的床，跃跃欲试。她的本体是剧毒的家竹桃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死在亲手养大的小公子金榜题名那日，困在猪妖阵内，烈火焚身。竹子最怕火，被焚烧的皮肤维持不住原形，变得焦黑。我半跪在地上，疼得发不出声音。莫要挣扎了，这猪妖阵是护国寺高僧所设，魂飞魄散，十死无生。那身状元袍真刺眼啊，明烈的红，几乎和火焰连成一片。萧轩就这样负手站在我面前，眉眼含笑，如同看一场戏，赏一朵花。为什么？枝叶成灰，袖管空空荡荡。为什么这样恨我？萧轩笑了，那张脸与故人七分相像，如今却如同厉鬼。这要问你自己，阿若。他低身凑近，如同情人温柔耳语。你杀了小桃。小桃是萧轩的贴身婢女，她的本体是家竹桃。萧家灭门后，我带着萧轩逃亡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发现萧家这个小公子不太对劲，像是被蛊惑了心智。我暗中观察，发现小桃夜夜溜入萧轩房中，天明时又满脸艳足的出来。他在采捕萧轩，这样下去，萧轩迟早会变成傻子。我说过，他对你别有用心。我喘了口气，靠近他，你会被害死。火光里，萧轩蓦然红了眼睛。小桃自幼陪我长大，她品性如何，有什么心思，我最清楚。你的心思才是真正的恶毒。他冷笑着下了结论。你喜欢我，所以你嫉妒小桃与我亲近，寻了个由头把她逼死。我怔怔听着，忽然想起事发那夜，小桃当着萧轩的面直直往我肩上撞，鲜血流了我满手。他笑容艳艳，在我耳边呢喃：阿若，小公子迟早会替我杀了你。当时的我不解其意，原来如此。我几乎笑出眼泪。我喜欢你。萧轩冷冷睨着我，胜券在握。你若不是喜欢我，当年萧家灭门，你为什么救我？这些年，你又何必为我殚精竭虑？你还敢说对我没有觊觎之心？我闭了闭眼。你错了。我平静道，我只觊觎长公子。至于你，萧轩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看见萧轩惊愕的表情，扯了扯唇角，笑得又恨又快意。你这条命是长公子替你求的，若不是他所托，我管你去死。我本就是长公子书房外的青竹，老丞相早逝，偌大的家业便落在长公子身上。那年他不过14岁，病弱又不爱喝药，天才地宝熬成的药全被他悄悄浇了竹子，那药大补。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生出灵智的。那日长公子准备故技重施的时候，我悠悠出生了。好苦。长公子端着药碗的手一顿，我咂巴咂巴嘴，长公子，我要喝甜水。你认得我？他凝眸看来，我听他们都这么叫你。我晃了晃拈黄的新叶，十分委屈。看你干的好事。他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忽然用指节抵住了唇，眉眼弯弯，似乎在笑。是我的错。当然是你的错。12年光阴轮转，如同走马灯，最后一针定格在初见时节。一时弥留之际，我无不委屈地想，萧云，都怪你，不好好喝药，死那么早。你死后没多久，萧家树倒猢狲散，我带着你弟东躲西逃，没过一天安稳日子。快熬出头了，还要被他背刺。萧轩一点都不像你，他简直就是白眼狼成精。我痛得麻木，碎碎念好久，竹子燃烧的声音却忽然消失了。我茫茫然睁眼，耳边响起一道雀跃的女声：公主，公主醒了。我重生到了五公主沈清若身上。她本是中宫嫡出，
却天生痴傻，不会说话。如今我一开口，皇后喜不自胜，鬓角斑白的女人抱着我泪如雨下。我看着胳膊上的泪珠良久，生涩地张开手臂回抱住了她。皇后回宫前给我留下了一堆世家子弟的画像。青若如今也到了选驸马的年纪，喜欢哪个，母后为你张罗。我看着她远去的身影，出神地摸了摸胳膊，泪痕已干，掌下肌肤触感温热，并非草木之质。我一张张翻看着画像，很快翻到了萧云。当朝右相，年25。我心中一颤，萧云没有活过25岁，此时离他身死，丞相府灭门还有1个月。上一世的这个时候，我刚修得人身，神魂不稳，被萧云关在后山修行。谁知一出关，就得知萧云病死，丞相府灭门的噩耗。可我明明记得，闭关前萧云的身体虽然虚弱，却不致病死，一定是有人要下手除掉他。我心中发紧，这是我能救下他的最后机会。只是，我忽然想，他书房外的那段青竹还会生出灵智吗？他还会不会记得我？几日后，宫中设宴，君臣同乐。萧云一身绯红官袍，衬得脸色又苍白了几分。他喝醉了，样样垂着眼睫。我先离了席，又让侍女小翠给他递了信，只说五公主想要见他。夜深雪寒，我拢着手炉，止不住的跺脚。先前做竹子的时候，我可耐寒了，却想不到肉体凡胎这么受不得冻。身后脚步声响起，我眼睛一亮，惊喜地回身。长公子，入目却是一张阴鸷的少年脸。我目光一顿，萧轩，怎么是你？他垂眼打量着我，没说话。我毫不示弱地看了回去。本宫要找你兄长，他缘何不来？萧轩忽然伸出手，我下意识后退2步。他动作一顿，顺势拂去了落在我肩头的心血，很轻地笑了一声：许久不见了，阿若。我心神俱震，他也重生了。一念刚转，小翠已经出声斥责：大胆，竟敢直呼公主名讳！萧轩盯了我几秒，臣与公主一见如故，一时失了分寸。见我神色不变，朝我行了一礼，还请公主恕罪。我冷笑：本宫要请的是萧家长公子，倒是觉得你眼生得很。萧轩抬头：兄长病弱，今夜醉酒，又受了风寒，现下已经回府了。萧云又病了，我急得半宿没睡，趁夜出了宫。萧府布局我烂熟于心，绕开夜班的守卫，我畅通无阻地摸进了他的房间。刚翻进去，我就闻到一股极浅淡的甜香，案头放着一盆四季海棠。我蹙眉凑近，借着月光，忽而抽出了其中一支。有人在这盆海棠里藏了一只剧毒的夹竹桃。我回头，萧云仍无知无觉地躺在榻上，双目深合，神容如雪。他睡得并不安稳，嘴角溢出一缕缕的鲜血。我下意识凑近，抬手去开他唇角的血迹，将要触碰到的时候，却被凌空截住了手腕。骨节清瘦，青筋凸显，那是执笔写字的手。我僵硬地抬眼，萧云嫣嫣垂着眉眼，眼中似有困惑。他的瞳色很浅，正好映出一个我。长。我张了张嘴，却被他哑声打断。我在哪里见过你吗？萧云不记得我了。呼吸错了一拍，我仰头抢笑：怎么会没见过呢？我抬手一指窗外青竹，萧云抬眼看去：长公子，我们朝夕相对很久了。为了增强可信度，我凑近他，压低了声音：我知道你以前经常偷偷把药倒掉哦。萧云抿了抿唇，又别开脸。我转到他面前，观察他的表情：你生气啦？你不要躲我，我真的是来报恩的。他不答，只问：你叫什么名字？阿若。我仰头认真道：我只说一次，你要记住，忘了再问我会生气的。萧云似是怔了一怔，他忽地按住额角，敛去眼中情绪。好。我缠着萧云，把他卧房里里外外都排查了个遍，没有异常。
仿佛那只藏在海棠中的夹竹桃只是一个错觉。再几日，小翠那边快要瞒不住了，托人送来口信，要我回宫。临走前，我折了一小段青竹，塞到萧云手中。我骗他说，我如今神魂不稳，不能常常变成人形。要是想我了，就敲3下这段竹子，这是我的本体，我会感受到的。前世我也这样做了。眼见着萧云收下了小竹子，我满意地点点头。长公子，下次再见。我走得太急，以至于没有看见在我转身后，萧云从袖中取出一截一模一样的小竹。他的目光扫过2截小竹，低头用额头碰了碰，神情温柔，是很爱惜的意思。我蹲在墙头，偷偷摸摸，正要翻出斧，忽而瞥见另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是小桃。大半夜的，穿着身浓艳的粉裙，妆容华丽。她像是刚修出人身，走路磕磕绊绊，就很快惊动了萧府的侍卫。谁在那里？小桃蓦然睁圆了眼睛，捂住唇，缩在墙角瑟瑟发抖。她看起来又兴奋又害怕。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那条路的尽头是萧轩的卧房。我心中了然，她这是要去勾搭萧轩了。我回想起前世，扯了扯唇角。既然萧轩对你那么情深意重，那我干脆成全你们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侍卫转过回廊，眼见着就要往这边走。我朝着他们的方向飞身掠过。谁？抓住他！侍卫大惊，纷纷扭头追我。余光里，小桃提着裙角跑远了。祝你成功，夹竹桃！我甩掉最后一个侍卫，在心中真诚地祈祷着。前世萧云刚病逝，就有人揭发他私通南蛮，那人伪造萧云和南蛮王的往来书信，证据一应俱全。只是萧云已死，无从辩驳。皇帝大怒，下令将萧云五马分尸，又将萧府满门抄斩。萧云死得蹊跷，这一切来得太过顺理成章，就像有人故意谋划的一样。有人想害萧云，这个人就藏在萧府里。萧云君子端方，一世清明，死后却遭此横祸。后来我那么努力地让萧轩改头换面，又科考入仕，也是想要他日后彻查旧案，还他兄长清白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将泪压了回去。这件事就让我亲手来做。我取出袖中那只夹竹桃，对着烛火看了很久。小桃其实可以算我的半个邻居，萧府的夹竹桃就丛生在竹林中，所以我轻而易举地找到它的本体时，小桃还在呼呼大睡。那株夹竹桃看起来舒服极了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，花叶在风里一摇一晃。我蹲在它面前，在半空中试用了一下花剪，咔嚓咔嚓，那株夹竹桃忽然不摇了。我听见一道惊恐的声音：等等，小竹子，你在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别剪我！呜呜呜！我拿出那只有些蔫的夹竹桃花。这是你的花吗？片刻后，面前显现出女子的身形。小桃和我面对面蹲着，眼珠子都快对到花上了。她的面色极其震惊。这确实是我的花。她小心觑着我的脸色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我如实相告。小桃看起来要被气哭了，举起4指，对天发誓：我虽然干了很多坏事，但这个真不是我干的。下一句气若游丝：我现在还在爬小公子的床呢，哪有时间害长公子啊？我心中一动，轻飘飘的接话：如何了？小桃心不在焉，魂飞天外。挺顺利的，就是小公子把我认成别人了。他抱着我喊阿若。阿若又是谁啊？我起身欲走，被他扯住了袖摆，脚下一踉跄。哎，冤枉了我就想跑。浅淡的甜香从后贴上来，温香软玉，春风撩人。小竹子，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那么眼熟呢？我正要挣开，小桃忽然大惊失色。天杀的，我的本体怎么秃了一半？我跟着小桃，循着气息寻找。那些失踪的夹竹桃是在萧轩的房中找到的，只剩下了一些花梗。我心中一沉，夹竹桃全株有毒，
萧轩把它拿去干什么了？小桃肉疼地摸摸手臂，愤愤不平。我只是想爬他的床，他居然偷我的花。我说怎么感觉最近元气大伤，怎么都补不回来。他磨了磨牙，小公子，你给我等着。就在此时，卧房外传来脚步声，萧轩回来了。我和小桃对视一眼，藏进了床底。隔着层屏风，萧轩坐在外间，在和什么人说话。长公子的药送去了吗？送去了。那人恭敬道，里面的人说长公子喝下了。指甲掐进肉里，我紧紧抿着唇。那就好。萧轩轻轻笑了声，左相那边我也已说好了。萧云一死，再把私通南蛮的事捅出去，便死无对证，这萧家才算彻底垮了。我想起很多，一会儿是前世萧云和我开玩笑，他求我在他死后看顾萧轩长大成人。阿轩生母早逝，又敏感多疑，我这个做兄长的总是放心不下他。一会儿是当年萧家灭门，我在死人堆里捡到了活着的萧轩。少年仰脸看我，眉眼之间尽是血污。他看见我，只平静地说了一句：你来得太晚了。萧云死了。我当时并未看出异样，只觉得萧轩悲痛过度，才这样口无遮拦。原来是他，难怪他还能活着，难怪那些仿造的文书上甚至盖了萧云的私印，竟然是他。那一瞬间，我很想冲出去问问萧轩为什么要这样做。长公子待他不薄。小竹子，你冷静啊。小桃用气音一字一顿凑在我耳边说，他把我抱得死紧，生怕我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。直到萧轩离开，我还是头脑空白。小桃犹犹豫豫地看着我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冷静片刻，决定先去找萧云。来了。萧云本来在案前写字，听见动静，诧异地挑眉，怎么这样委屈，眼睛都红了。看见药碗里一点没动的药，我才松了口气。萧云见我端起药碗，以为我又要灌他药，无奈地蹙眉。阿若，这个表情我见过，每次他偷偷倒药的时候都这样。然后他看见我自己喝了一口。萧云愣住了，脸上的表情几经变换，最后变成了欣慰。他感慨道，懂事了，学会帮长公子分忧了。浓烈的苦味差点没让我吐出来，也差点掩盖了舌根那点麻。里面果然有夹竹桃。我眨了眨眼，整个世界天旋地转。我勾勾手，萧云凑近，略微挑眉。怎么？我吧唧一口亲了上去，那双冷淡的眼睛蓦然睁大了。你……我晕乎乎地看着他。萧云，我好像中毒了，所以趁机吃你豆腐。我和你说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我颠三倒四地将前世的事情混合着自己的猜测讲给他听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去着萧云的神情，暗戳戳提醒，比如今晚这个药里面真的有夹竹桃。小公子毕竟不是你亲弟弟，你还是要小心。见他面色沉沉，我小心翼翼地试探，你在生气吗？萧云摇了摇头，没有，我只是在想。他抬手将我抱住，语调轻轻，我们阿若吃了好多苦，受了好大委屈。萧云对我出乎意料的信任，马上就派了人暗中盯着萧轩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既然如此，我又要走了吗？我沉默地看了眼窗外的夜色，算是默认。萧云从袖子取出一块玉佩，系在我腰上。每次见你来，都慌慌张张，带着这个，萧府的侍卫不会为难你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我现在顶着五公主的身体，还是不要让太多人见到这张脸比较好。我刚摸到后院的矮墙，就被蹲在墙边的萧轩吓了一跳。萧轩是见过五公主真容的，我在心中暗骂了一声。阿若。萧轩拽住了我的衣角，把我扯得一踉跄。我闻见了他身上浓烈的酒气。放开！我冷冷道，你认错人了。他醉醺醺地笑了，怎么会？除了你，没有人会用那样的眼神看萧云。我沉默地掰开他的手，转身要走，却听他忽然道，我后悔了，阿若，回到我身边来，好不好？不等我回答，
萧轩忽然闷哼一声，轰然倒地。小桃扔了棍子，从他身后绕了出来，扫了眼地上醉得不省人事的萧轩，厌恶地皱了皱眉。待看清楚了我，眼中一亮，原来你就是阿若呀。小桃看起来有些跃跃欲试。我很喜欢你，小竹子，不如与我同修吧。我对备采补没兴趣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央求撒娇。小竹子，好阿若，那你来采补我吧。见我不理会他，小桃只好拖起地上的萧轩，走了一半，还一步三回头的看我。说起来，我采补小公子这事，你不会告诉长公子吧？我叹了口气，你喜欢就好，我不说。这辈子你就是把他踩成傻子，我也不插手。刚回宫，我就被关起来了。皇后坐在主位上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一天到晚往外跑，没个公主的样子。你呀，喜欢萧家公子是不是？怎么不早点和母后说？我求助般看向小翠，小翠沉痛地朝我点点头。全招了。皇后点了点我的额头，还想瞒着？你大病初愈，又天天往萧府跑，不多陪陪母后，母后多伤心。那双眼睛嗔怪又温柔，看得我心口发烫。竹子天生的痒，并没有亲情的概念。想到这里，我又惶恐起来。我不是皇后真正的女儿，我不过只是一缕游魂，侥幸附生在沈清若身上。我犹豫着开口，母后，如果我不是沈清若呢？小翠没忍住，公主又说胡话了。皇后揉了揉我的脑袋，扑哧笑出声，你就是母后的清若呀。我怔怔抬眼，对上她温和的目光，安心休养，一切包在母后身上。我很快就知道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几日后，除夕宫宴，我看见坐在我席位旁边一左一右的萧云和萧轩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母后，你这是？我的声音都在颤抖。皇后掩唇而笑，满面春风。母后不知你喜欢哪个，干脆一并安排了。说着，她凑近我，压低了声音。清若若是都喜欢，两个一起收了也无不可。皇后好像误会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我咬牙，母后，不是我。好啦好啦，不用解释了，母后都知道。皇后笑眯眯地把我往座位上一推。萧轩起身和我行礼，见过殿下。萧云跟着起身，似笑非笑地念了一句，殿下。我头皮发麻，抢笑着，不必多礼。两侧的目光如有实质，我如坐针毡，痛苦地闭了闭眼。皇后落座后，非常娴熟地和萧云唠嗑。萧公子年岁几何？家住何处？有何喜好？萧云一一答了，前面还回得好好的，直到我听见他说，臣最喜欢竹子。萧云眼中含笑，轻轻念了句，始怜幽竹山窗下，不改清音待我归。竹子是风霜高洁之木。皇后眼中一亮，正巧本宫也喜欢竹子。两人一拍即合，相谈甚欢。我摸了摸胳膊，默默往旁边挪了挪，好肉麻哦，嘿嘿。萧轩估计误会了什么，斟茶倒水，十分殷勤。眼见着他又推过来一盘桂花糕，下一刻，一只手从我右边伸出，拦住了盘子。他不吃这个。萧云淡淡道，我确实不吃这个。昔年萧府后院有一棵繁茂的桂花树，桂花有灵，我很喜欢和它玩。可惜它后来被天雷劈中，再无声息。只是这一事，我从来没有和萧云说过。我困惑地想，他是如何得知的？抬眼却撞上萧云深深的目光。殿下，借一步说话。冬天的林子光秃秃的，我盯着鞋尖，不敢抬头。我不是有意要瞒你，只是此事说来复杂。萧云轻声打断，我不怪你。他从袖中拿出2节小竹，纹路一模一样，出自同一根竹子，只是一个已经干枯泛黄，一个却还是水灵的青碧色。我震惊道，我记得只给过你1节呀。他摇了摇头，笑容有些苦涩。另1节是我14岁那年自己折的。14岁，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。前世我与萧云初见，
便是在他14岁那年。这节竹子本该是那年送给他的，而今生我重生在沈清若身上。他书房外的那段青竹一直没能化形。我自幼年起便时常做一个梦，梦见14岁那年，书房外的青竹会变成巧笑倩兮的少女。他说自己叫阿若，又送了他一节小竹，说想见他时敲3下，他便会来。府中的老管家嘱咐阿若盯着他喝药。阿若对这个差事很殷勤，因为每次他喝完药以后，阿若便可以得到一碗甜甜的桃浆。阿若的话很多，叽叽喳喳。他的书房不再是一个寂无人声的冰窟。阿若会讲他那些小鸟朋友们天南地北的见闻，有时候又为那棵后院被雷劈了的桂树默默难过。梦中的一切都像是真实发生过的。萧云垂眼看着小竹。14岁生辰那日，我从天亮等到天黑，并没有等到阿若。于是我学着他的样子，自己折下了一段青竹。可惜，这10数年里，我敲过很多次，他也从来没来过。萧云笑了笑，老管家跟我说过很多次，萧府里根本没有一个穿绿罗裙，名叫阿若的小姑娘。我也快要觉得那就是一个做不得真的梦了。直到那夜，重生在沈清若身上的我，偷偷溜回了萧府，和他梦见的那样，送了他一段小竹。多年夙愿，一朝成真。我张了张嘴，却没能说出话。难怪今世萧云对我这样熟悉，原来我未出现的这些年里，他也在等我。我以为的初见，在他眼里是久别重逢，只是可惜，我来晚了整整10年。那夜你和我讲完那个梦以后，我想了很久，大概你说的就是前世的事情吧。萧云的目光温柔，是很珍重的意思。阿若，是我欠你。我被那样的眼神看着，几乎落泪，心中又升起巨大的恐惧来。我将前世隐去的部分和萧轩重生的事情也一并告诉了他。萧云，我抱住他的脖颈，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，千头万绪临出口，却只剩下一句：你不要死。萧云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应了声好，派去盯着他的人截住了他和左相往来的书信。我本来准备禁足他，却没想到今日皇后娘娘点了名要他来。我脸上一热，连连摆手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是母后看我天天往萧府跑，误会了。话音未落，林子外忽然响起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，我急忙追出去看，原地只剩下一盘打翻的酥糖。当看到萧轩空荡荡的席位时，心中不好的预感达到了极点。我抓过一个小太监，萧小公子去了何处？他满脸茫然。刚刚新上了松子糖，小公子说殿下爱吃，端着去寻殿下了。殿下没有遇见他吗？不多时，皇帝到了，觥筹交错，热闹非凡。没过多久，脸色惨白的萧轩回来了。他只低头盯着自己的酒杯，半晌，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。萧轩猛然起身，几步来到了皇帝面前。陛下，臣要揭发有人冒充公主，混淆皇家血脉。指甲掐进掌心，我心中一紧。下一刻，就见他一拜到底，扬声道：五公主被逐妖夺舍，请陛下诛杀妖孽，还公主公道。皇后放下茶盏，又惊又怒：陛下，此人信口雌黄，断不可信。萧云起身，怪力乱神本是无稽之谈，你岂可胡乱猜测？几个大臣也纷纷说情。陛下，姿势体大，莫要伤及血脉情分啊。萧轩不卑不亢拱手：真假与否，一验便知。若是逐妖夺舍，必然神魂有异。道是兄长。他含笑看来，与五公主私交甚密，还请先行回避。萧云还要再辩，被皇帝打断。够了。皇帝沉声道：五公主忽然清醒一事，如今想来，着实蹊跷。来人，请护国寺高僧。皇帝沉吟片刻，皇后身体不好，以免冲撞了，先回宫吧。陛下。皇帝抬手制止：梅娘，朕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皇后只得叹气：是，臣妾相信陛下。只是若有人蓄意污蔑公主，该当何罪？
得到了绝不姑息的答复后，皇后走到了我面前。清若，她拍了拍我的手，目光很温柔。母后吩咐小厨房做了你喜欢的松子糖。莫怕，母后等你回来。我回想着皇后最后那个笑，怔愣许久。奇异的，一颗心竟然渐渐安定下来。直到护国寺的高僧合手念了声佛号，我才终于回神。阿弥陀佛。五公主神魂不稳，却并未有异，空气中陷入死寂。萧轩不可置信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亲眼所见，此人是竹妖化形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泫然欲泣。萧小公子，你爱慕我不成，竟恼羞成怒，污我清白。你的心思竟这样狠毒！众人议论纷纷。萧轩睁大了眼睛，你胡说，你……皇帝阴沉着脸，揉了揉额角，拖下去。旁人看不见的角度，我用仅萧轩能听到的声音笑道：如何？这番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。那天我没能吃到皇后小厨房的松子糖，自从高僧验过我的神魂后，我便隐隐头疼。萧轩刚被侍卫压下去，我就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竹子的一生比人要长得多，在我化形之前，便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岁月。光怪陆离，大梦一场。梦里，我看见了年轻时的皇后。醒来已是数日后，皇后坐在床前，见我醒来，开了开眼角的泪。她哑声唤我：清若。千头万绪搅在一处，看不分明。母后，我望着她通红了眼眶，问出了那个疑惑：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？她说是。皇后多年无嗣，有一日曾经梦见一株竹子，竹影摇晃，变成绿罗裙的小姑娘。皇后见了很是喜欢，从袖中取出几块松子糖，递了过去。你是谁家的女儿？那小姑娘没说话，接过糖，竟凑近她，吧唧亲了一口。皇后愣住了，几秒后，她试探性地问：你若有意，不如做我的女儿。我小厨房的厨子会做很多甜点。见她眼睛发亮，皇后笑着补充：杏仁酪、樱桃煎、荷花酥，你可以吃很多。小姑娘蹙着眉，有些为难。可是我长在这户人家，也欠了这户人家恩情，还没有还。皇后揉了揉她的脑袋，没关系，我等你。于是3个月后，皇后诊出喜脉。又过了7个月，诞下公主。因梦中的青竹，她给她起名清若，是如此生唯一的珍宝。公主天生痴傻，不会说话，像是失了魂魄。但是没关系，皇后想，他们已经约好了，她说了会等，就会一直等下去。而那个小竹子，她说了报完恩回来赴约，就一定会来。所以那天你同母后说话，母后就知道是你回来了。这些年过去，皇后鬓角已有白发了。烛火摇曳，她眼中隐约有水光。没有做娘的，会认不出自己女儿。幸好清若没让母后等太久。我抬手紧紧抱住了她。母后，我闷闷道，我要吃杏仁酪、樱桃煎、荷花酥。皇后开了开眼角，好，真好。原来颠沛流离半生的尽头是回家。做竹子很好，做人也很好。我也有家了。因神魂不稳，我被皇后和萧云勒令上山闭关修炼。至于萧轩，他有辱皇家颜面，被治了个大不敬之罪，秋后问斩。我临上山前，他说想要见我一面。昏暗的天牢里，数日不见，萧轩面如枯槁，像是失去了所有的精气。阿若，半晌，萧轩先开口了：那日揭发你，并非我本意，我只是听见你说对我无益，一时情急，所以宁可毁了我。我嗤笑，你还真是被小桃踩不傻了。萧轩垂着脑袋，不再看我。这些日子，我总是梦见前世的日子。那年你带着我逃亡，我高热不退，烧得嗓子都干了。荒郊野岭却也没有水，你割了腕，用血喂我。我打断他，你想说什么？萧轩握了握拳，声音嘶哑。所以你对我这样好，只是因为兄长吗？你对我当真一丝情分也无？我毫不犹豫，转身就走。
一丝也无。萧轩笑出了眼泪，好，好，对不住，上辈子是我毁了你，我缓了步子，你何止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长公子，对不起萧家。萧轩，我顿了顿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要问你。不待他应声，我自顾自道：长公子待你不薄，你为何非要置他于死地？萧轩嗤笑，因为我不甘心。凭什么他是萧家嫡子？身份、品貌、才学，样样比我好，处处压我一头。萧家基业是他一生心血，我偏偏就要毁了他。什么光风霁月的长公子，死后不照样被人指着脊梁骨骂？这个疯子！我抬眼看他，你确实该死。他笑了笑，不过我也真是糊涂了，这世上待我好的只有小桃。这辈子我竟然还不信邪，想看看你的真心，我该早点除掉你的。我平静道，我来之前，小桃托我给你带一句话。什么？他说多谢款待。我对上山闭关这件事心中很抗拒。上一世萧云送我上山时说1个月后就来接我回去，结果那天我从天亮等到天黑都没等到人。萧云骗我，我生气地下了山，想要和他大吵一架，却发现萧府已经血流成河。萧云病死，萧家灭门，一切天翻地覆。萧云哄了我半天都不见好，最后是皇后听说了，信誓旦旦地打包票：青若，你安心闭关，有母后盯着，看这京中还有谁敢嫁萧公子。母后，你又误会了。对上他慈爱的目光，只得咽下嘴里的话，鹌鹑似的点了点头。皇后掩唇而笑，又吩咐小厨房连夜做了许多甜点，要给我带上。我看着那鼓鼓囊囊的一大兜，欲言又止。竹子也要好好吃饭。皇后义正辞严地说完，忽地软了眉眼。母后等你回来，再1个月。我的神魂终于完整地融入这具身体。下山那日恰好是除夕夜。小竹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视线中闪过粉裙的一角，我被揉入一个带着甜香的怀抱，险些喘不过气。小桃，我不会被毒晕吧？小桃气得嚷嚷，小竹子，你好没良心，我怎么舍得毒你啊？说着，她端详着我，满意地点点头。闭了1个月关，脸又圆了一圈，可见是没有好好想我。我笑骂着推开她，好吗？我偷偷变圆，才不要想你。身后忽而响起一道带笑的声音，那阿若想我吗？我回头撞进一双温润的眼眸，我讷讷半晌，只蹦出来一句，好久不见，你身体可好？萧云轻笑，不好。我一颗心刚悬起来，就听他絮道，害了相思病。萧云，我跳起来要打他，却被他一把抱住。阿若，我很想你。我抿了抿唇，想要压下唇角的笑意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啦，我们快去见母后吧，她还在宫里等我们围炉守岁呢。我牵起小桃的手，小桃也去。小桃哼笑，还算有点良心。新雪覆长街，家家户户悬挂的花灯映过眼眸，远处烟火漫天。我偷偷扣紧萧云的手，在心中悄悄许愿，唯愿如花似叶，岁岁年年，共占春风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